年素月浓，萧瑟沉风，恍若还是缄默片中。静心听花落，无虑不谋，所去处可是我所求。一念去荒流，江山与江山不同，乾坤无念，不肯生动。并肩看苍穹，岁月比岁月浓稠，一眼刻墨江岸空。荒唐人世中，谁是我？奔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您觉得这样就能让我解脱了吗？我们两人之间，总要有一个人活着，在朕死之前，要陪朕再熬一段时间。大人最近气海穴是否频繁移动啊？这可是练功服丹之国。你说什么？造化，大造化。不过，这也是大凶险。主人勿怪，此人性格孤僻，不善言辞。有本事的人多少有些怪癖，他能一眼看出，的确天赋异禀。正好沈老太医走了，此人可以顶上。嗯。大人，躺着回话。大人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石月内司杀了我的家人，蠢货！被人利用了还不知情。我问你，当时跟在你身边的那个大胡子，到底是谁？大胡子？不会是我侄子袁林吧？大人，他又惹祸了。大人，此人就是袁醒的侄子袁林。昨日师傅门前获殴时意外身亡了，确实跟左氏有点像。你们怎么看？就算此人没有问题，
但众将领在石府内被杀，必是有人设计。没错，斗殴只是障眼法，杀人才是目的。女儿觉得，接下去该从江定开始查。石渊是江定举荐给爹爹的，举荐了一个这样的人出来，就算不是别有居心，也是昏聩无能。那就从江定开始吧。陛下，玉儿，好点了吗？朕昏迷的时候，邱子亮都做了些什么？到底是谁在暗中有一股力量，一直在慢慢的吞噬本宫的权力？谁敢如此？明面上是齐燕，其实另有其人。这个人一定很了解本宫，甚至对将旗营、对神裁军也了如指掌。大人怀疑长旗人？他故意放走了程曦，所以他毫发无损的回来了。上回也是，他告诉我说程若愚去了赵仪，其实程若愚是去找了陈印台，他以为本宫不知道。一次巧了，两次，太巧合了。本宫想看到底有没有第三次。属下明白了，这就去监视长旗人。不过，请恕属下多言。如果将旗营中有内奸的话，不止长旗人一人有嫌疑。你怀疑另有其人？属下不敢说。你过来，再靠近一点。说。我怀疑右下，所以我派右侍跟着他。右侍和右下似乎交情匪浅。确实如此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我派右侍去，这样你就会明白到底谁才是内奸，或者两个都是。如你所料，公公不但开始怀疑胭脂，也开始怀疑你了。派我来监视你，派右居去监视胭脂。为了替胭脂善后，不惜让自己也被怀疑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陛下，您可有想到解决的办法？容朕再想一想。我能动了。我是来为陛下换药的。光王殿下，光王殿下！大人下令，为了防止再有石渊那样的叛臣行刺陛下，没有他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光王殿下，还是请回吧。
光王殿下，光王殿下，光王殿下，光王殿下！玉儿，光王殿下，光王殿下！玉儿，玉儿，没事的，玉儿。光王殿下已经走了。玉儿，听朕说，朕挺得住。我也挺得住。玉儿，你之前说，石原认出了严修，但胭脂用妙计洗脱了严修的罪意，对吗？嗯。你还说，崔娘一事本是出了什么差错，但是也就这么过关了。嗯，胭脂也很震惊。陛下，您可有什么办法了？没有。那……但有人有。谁？第三人。我姑姑。不，是真正的第三人。拜见大人。申才军的新晋名单准备的如何了？爷爷，这是我们讨论的人选，还请爷爷定夺。这回不能够再有失误了。大人放心，这些个全是清清白白、对大人忠心耿耿之人。幸好大人妙计放倒陛下，否则这神才军眼看就要落入陛下手中了。本宫知道，最近谣言甚多，军中人心惶惶。传令下去，本宫体恤他们辛苦，犒劳他们3个月的军饷。大人仁慈。那么，册封大典一事准备的如何了？安王的生母虽已不在，但母族那边却十分支持，出了不少力气。如今朝中已有1半官员在联名书上签了字。那另一半呢？那另一半呢？这个爷爷也是知道的，有些文官头硬得很。我不管你使用什么手段，在册封大典前，我必须要看见这些人的名字。是。那个程曦还没捉到，不是奴多嘴，而是程曦潜逃在外。此女武功高强，又阴险狡诈，安王恐怕会有危险。没事儿，啊？本宫已下令，将其营，安王活，他们活。安王若死了，他们全营的人都得死。裘子良这步棋可真是妙，如此一来，就算我和右相有二心，也不敢对安王下手。可他却不知道，我们根本不介意让安王活着。只有他活着，册封大典才有意义。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郑无君到哪儿了？已至朔州。石渊本是裘胭脂最重要的一颗棋子，本不应该如此轻易的就被裘子良找到的。
而且让他入宫行刺朕，令朕受了重伤，令邱子良成功的反击，这一切都是幕后的第三人所为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那个人处处帮我们，又设计害我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了两败俱伤，我除了邱子良，邱子良除了我，都不是他所希望的。那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？等着，等着。他不会让朕现在就死，肯定会想办法救朕的。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住。嘘，又是。我是来帮你的。动一下试试，是不是舒缓了许多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真正的碎骨之血，绝无修复的可能，所以当时下手，我留了分寸，只不过让你多受些皮肉之苦。起来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如今陛下生命垂危，外人又进不来，只有靠你救他。怎么救？我带了些药，一会儿你给陛下服下。多谢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懂吗？果然如陛下所料，有人来救我们了。俯首若梦，桂花几何？风摇雨落，此心何处停泊？剑起刀割，决斩不断。这一过，看天地之间，皆默默。
天上月落，此生依旧难舍。铁马金戈也踏不碎这星火，已前尘旧梦，任岁月消磨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遍遗忘，一遍拼凑。如我虔诚，何时双手？唯愿你能得到拯救。大人，来信了。好，好，胭脂，刘密莎，他到正吴了。不，他被左居抓住了。我要左居的身份来历，之前在营中负责过的事务，立刻找出他的档籍给我。是。把刘密莎被擒的消息告知正吴军，让他们设法营救。是。还有，此事立刻告知齐燕。我去安排。爹爹派你跟着我。是。阿雄。所以从现在起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，不该见的人不要见。说吧，还有什么坏消息？刘密莎已死，为防夜长梦多，左居带着他的头颅回返。右相也被监视了，而大人派去监视他的是右氏。好绝的一招。是啊。右氏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就不能再让右相有所作为。而如此一来，两个人都会因为被怀疑而受到制衡。右氏和右相本就是一伙的，可右居为何要向我施警？不清楚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左居的档籍。此人跟阿九一样，表现一直普普通通。但左相选了他，裘子良用了他，而他现在又杀了刘密莎，毁了我最妙的一步棋。千虑一失。事已至此，自责无用。不如想想，该如何阻止册封大典。刘密莎已死，李德云被困府中，而我和右相又被分别监视。齐燕已成死茧，可笑！我原以为将其营尽在掌握，殊不知易主幻想，就是在裘子良的一念之间。最后一口。陛下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你如何？啊，我算是因祸得福，涅槃重生了吧？以前臣一个能打10个，现在臣一个能打100个。陛下，您也要快点好起来。
楚国公道。陛下，这几日可好？陛下，3日后就是册封大典，我看陛下这身体，恐怕是去不了了。不过陛下不用担心。有本宫在，本宫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的。对了，除了李德云，朝堂上上下下的官员联名上书，请安王登基。朝臣如此齐心，已无内忧。至于外患嘛，好叫陛下知道，镇吴军已被本宫调去的神裁军拦在了朔州城外。至于弥沙郡主，很可惜，死了。哎呀，说起来呀，这弥沙郡主命真的很大，死了一次又一次。这回本宫是命人砍了他的头颅，死得透透的。朕知道了。哎呀，齐燕呀，你就没什么话跟义父说的吗？嗯？义父，恭喜你。恭喜我！罢了，你好好养病，只要有本宫在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老臣先告退了。可是有了决定。大人说过，安王死，全营死。杀了安王，再立一个皇子不过半年，将旗营没了，再建立一个起码5年，个中得失，他算得清。可是，右军还在监视我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他懒还是不懒。
陛下，玉儿，看来第三人没能斗过邱子良。朕想求你一件事。陛下，您是以何种身份说这句话的呢？若是君臣，君有吩咐，臣又何敢不从？怎么会有求字呢？朋友，朕已曾经生死与共，肝胆相照朋友的身份，来求你这件事情。那恕鱼儿不能应允。你可知朕要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您要说什么。陛下，您要去见安王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朕是要去见安王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陛下又觉得我会怎么想呢？你肯定觉得你杀死后，朕已无退路，除非绝地反击，杀了安王，不让他登基，这样朕就能够活一段时日，对吗？不，我认识的陛下，绝不会对自己亲兄弟下手。那你为何要阻止我？陛下的身体不允许，邱子良也不允许。朕得你相救，朕能撑得住。那就别让我白救你。好，求求你。不行，我若带你去见安王，路上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会恨我自己一辈子的。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。可是万一被邱子良发现了怎么办？册封大典之前，他绝对不会节外生枝的伤害朕。那之后呢？只要刘密沙一死，郑武的路就断了，朕已无退路。册封大典之后，朕还有之后。所以玉儿，朕必须要见安王。如果今天晚上不见的话，就再也没有机会。朕求求你，一定要答应朕。你是朕最信任、最值得信赖的人，帮帮朕，就当朕求你了。陛下，再坚持一下吧，很快就要到了。好，玉儿。什么？没什么。走。小心。为了防止安王出事，大人调了双倍的人手。你必须自己去吗？不如我去吧。不行，越是光明正大，才越不会招人怀疑。再找邮局，我留意过了，他不在。等等，邮局好像不是。他们疯了吗？拦住他们！是。3天都等不了，赶着来送死吗？
陛下要见安王殿下，有话要说。我也劝过了，但陛下坚持，我们就来了。你为何会出现在那里？与陛下的目的一样。不，你的目的真跟你的不一样。陛下不是去杀安王的吗？你要杀安王殿下？为什么？救你。不必。必须。朕已无退路。你有。安王死，你继升。爹爹之所以能说服满朝文武拥立安王登基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淫威，更是因为他的母族。要钱给钱，要人给人。若换了别的皇子，绝不会如此顺利。所以，杀了安王，短时间内便不会有第二个先帝，你就可以继续活。陛下，我看他活不了。朕要见安王。你也看到了，安王那儿守卫很严。朕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救安王。朕有话要跟安王说。请让朕再见他一面。胭脂，求你了。禀大人，什么事啊？长旗人来问陛下想见安王，是否应允？让他见。是。奴不敢。让你做，你就做。是。这里也只剩下我俩了。这让我想起了先帝病逝的那个晚上。先帝也求本宫想见齐燕最后一面，本宫答应了。你可知为什么？因为大人想给先帝最后一次机会。是啊，倘若先帝杀了齐燕，本宫也会很生气，但也会敬重他是一个人物，因为他有先祖太宗的风范。皇兄，八弟，起来。
皇兄，皇兄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别杀我？皇兄，真的不是我自己想回来的，是承熙抓我回来的。一抓回来，义父就让我当皇太弟，不是我自己想当的。这些都不重要。皇兄，你不生我气了？我过来是有3个问题想问你，这3个问题也是当年先帝于临终前和我说的。什么问题啊？第一，你能照顾好自己吗？能，我能。俯首若梦为花几何，风摇雨落，此心何处停泊？剑起刀割，决斩不断。这一过，看天地之间，皆默默。尘缘萧索，宿命奈何？人生月落，此生依旧难舍。铁马金戈，也踏不碎。这星火已前尘旧梦，任岁月